Hello， 我是林哲熙，我在下课花露米，赶快来订阅小公式。Oh my gosh, there's a tornado. 疯狂的天气，飓风、暴雨、干旱、野火，全球正遭遇极端气候带来的灾难。我们的地球怎么了？为此，12位关心全球暖化现象的大人小孩，将兵分3路前进北极、帛琉、挪威，在暖化最前线，一探气候变迁的真相。下课花露米，出发！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因为极地环境特殊，加上全球暖化速度最快，在20世纪末引起科学界关注，成为各国极地研究的必争之地。在首府朗伊尔城，就有将近1/3的居民是科学研究人员。朗伊尔城是北极科学研究的重镇，全世界的科学家聚集在这最北端的小镇，在做什么科学研究？接下来，我们北极探索将一步步走进科学家的世界。跟着一起冰川探险的好朋友柯洁莹博士，我们来到了台湾在北极唯一的研究基地。钱华老师是我们在台湾就认识的科学家，此刻相见特别开心。他迫不及待带我们认识台湾研究人员在北极的家。那这个就是小小的小客厅。在这边要打地铺哦，睡觉的时候就把窗帘拉起来。钱老师说，在斯瓦尔巴群岛上，大约有30多个国家设立了像这样的科学观测站。台湾极地研究中心成立，不只象征台湾科学正式插旗北极研究，也具有与世界各国并行、监测极地环境的重要意义。那大家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研究人员、科学家休息工作的地方，但是他所负担的其实是一个科学的任务。空间不大，但是这是我们在北极的家，在北极的台湾。夏天是北极科学研究的旺季，科学站内常常挤满10几个人一起生活，但此时只有钱老师的团队抵达，因为他们即将出海，是今年第一组出发进行北极实验的台湾研究团队。那个船上也有厨房哦，所以我明天就是你们2位，对不对？没错，探索北极的重头戏来了。接下来我们将分头参与台湾科学家钱华以及 Jack 老师的实验。首先是浩瀚、海燕加入了钱老师的实验团队，监测记录北冰洋数据变化。他们来到港口边，协助搬运重要的实验设备上船。教授，有人问说这个是要干嘛的？可以帮我们跟他解释。我知道。You know what they have? What they're putting on the boat? Like buoys and you put on the water on the shore. Like a satellite for Zoom? Yeah, it can give information to a computer. I mean, a satellite that can give information to the computer that we can track down. And do you know what you're trying? What you will track? Yeah, kind of lik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water. Yeah. 之前很少展现英文实力的海燕，跨出舒适圈，主动交流。还好吧？我觉得都有说出来，但有点结巴。没关系，至少讲了。他们知道台湾人的英文没有很逊。一切准备妥当后，为科学研究而展开的旅程终于出发。他们将往西航行，离开斯瓦尔巴群岛，来到图拉姆海峡，投下18颗海洋资料微型浮标。
特别就是在北冰洋跟大西洋交界，它的观测资料比较少。那我们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拿到真正在海冰上面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我们就会研制这样子的一个小型的浮标。这个外形像飞碟的浮标，可以搜集9个月的海水温度、盐度，还有海流的轨迹，并透过卫星将数据资料传回来。我们在做气候变迁的研究，在极地的海洋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重中之重。为什么监测极地海洋数据这么重要呢？那是因为暖化造成的冰融化对全球影响非常大。它会让海平面上升，稀释表面海水的盐分浓度。如果再加上海水持续升温，就会剧烈的改变海洋结构与深海环流特性，进而影响全球热量分布，增加极端气候的几率。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这么关注北冰洋变化的原因。我们从2021到现在，每一年的资料比较，看看它变化的趋势是如何。虽然已经是第4年，但今年是首次搭乘船速较慢的帆船，单程就要10几个小时。无聊的男孩们开始找事打发时间。我好看过来，我不知道现在在玩哪。你看有说要保持什么？要一直保持诺山。Yeah, we can start turning a little bit on the left. Oh, it's cold. Yeah, it's not warm, that's for sure. 尽管帆船前进龟速，研究团队仍然坚持要在遥远的弗拉姆海峡做实验，因为那里是海洋观测的首选。想象北冰洋是一个海盆，它跟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各有一个孔道，前者是又窄又浅的白令海峡，后者就是宽广的弗拉姆海峡。在这里，大西洋的暖流和北冰洋的冷流产生交互作用，也成为了影响气候变迁最关键的位置。度过漫长的夜晚，实验团队终于进入要放浮标的弗拉姆海峡了。只是经过一整夜的海浪摇晃后，每个人的反应大不同。会不会晕船？相较于伙伴，浩瀚则感觉舒适自在。很好啊，超舒服的。来这边。摇来摇去反而舒服。原来浩瀚9岁就当起小帆手，还参加过多场帆船比赛，很习惯船上摇晃的节奏。差不多还要大概3个小时。现在的位置，蓝色的点位置，我们其实最终会走到的是这个位置，我们就会往回放，就是每隔2.5到3公里去做等间距的布放。知道越来越接近释放地点，对于海上实验充满好奇的男孩们，迫不及待地上甲板等待。原本晕船的海燕，感觉似乎也好一些了。来，你也来了。后来在船上就起来，然后就帮他们解绳子一下，然后绑束带。绳子的目的是什么？增加它的那个拖曳，在水里面的摩擦。为了让它被水抓着。哦，知道有那个接触。对，知道。终于，从朗伊尔城出发，历经了15个小时，他们即将抛下第一颗浮标。是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这个地方做类似的实验。以往都不知道整个地球上70%的海洋，它们是如何的流动，只有靠这些浮标，然后形成漂流的轨迹，我们才掌握了洋流的特征。Okay, could you slow feet? Yeah. Okay, then we put this water quality. 浮标观测海水表面，那么水下世界就交给这个长方形的水质仪。慢一点，让它在每一个时间、每个地方待的时间久一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从表面到海底可能有好几千公尺哦，那我们都沿途记录在不同深度的变化。Okay, so we go to the next. 就这样完成第一个定点后，团队开始往回程走。
再等距离做着相同步骤，这样的流程每年都一样。而前3年，老师也观察到了海温惊人的变化。那个海洋的温度啊，就是越来越高，每一年量到的数据都在创纪录。人类就是类似这种浮标呢，每一年要投放4000颗。像今年才刚刚发生的事情，是在美国的浮标，他们第一次量到海洋的温度超过摄氏35度，对，已经破纪录35度。你洗热水澡35度，有没有就觉得很热？惊人的发现让钱老师更坚持要做好每一年的实验，而一直在旁边仔细观察实验的浩瀚，有了尝试的机会。做好，我还没放手，你 hold 住。然后我再喊1、2、3的时候，你再放慢慢的让它轻轻的丢下去1、2、3，放，很棒。你看它现在飘到哪里去了？有没有看到它跟着那个海水的起伏，一直在不停的摆动？对，所以你们就可以观测到。对。我在船上就是丢了2颗的浮球，所以我觉得他们很伟大。然后就为了那几个小时的实验，但是整个船程是30几个小时。解锁参与科学家的实验后，好心情的浩瀚也关心起伙伴的状态。然后问我，午餐还没吃，早餐也还没吃，吃点东西就会好。像我现在狂吃舒服。要吗？吃一下，真的会对你比较好。我大概只醒了6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我都在睡觉。所以我应该不会再上去那个船了，因为虽然那些人都对我很好，但是这个晕船是太大的问题了。当2个男孩在船舱休息时，甲板上钱老师团队3人在冷风中继续未完成的实验。1、2、3。OK, finish, done. 科学家就是要很有耐心，做什么都要先等待。然后我觉得我很难变成科学家，因为我有时候会很浮躁，对，然后就等不及了。好，1、2、3，放。OK。他们太累了，而且需要很多耐心，还有毅力。有时候失败了，他那10几20天或几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都浪费掉，风险蛮大的。看到台湾研究人员为做实验全力付出，深感佩服的浩瀚和海燕回到朗伊尔城之后，也开始好奇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在做什么。全球最北专门研究与北极相关的教育机构斯瓦尔巴大学，从1993年成立以来，每年都吸引了数百位对北极充滿好奇的研究生前来实验。男孩们想随机采访，开启交流，但跨出第一步要先暖机。Hi, I am Hank. I'm a scientist. My project is why are you so smart? 不能问那一大群的。那个绝对不会，这个绝对不会。有没有要出来？来啦，开头你问了，就说 Hello。2个哦，我嫌你太多了。Oh my god！ 要那个落单的。搞不好整群回答你不好吗 ？Sorry, may I ask you some questions? Yeah. We're from Taiwan, and my name is Hank. We're from Norway. All of us. We're students, master students in geology. 终于，小队员浩瀚和海燕如愿与外国科学人员交流了起来。2人采访魂大跃进，不到2个小时就采访了10个人。Why do you want to be a scientist? I like animals and want to see how the environment affect them. What do you feel about the decreasing biodiversity? Yeah. It's not necessarily decreasing. I actually think it's increasing because it's getting warmer. If tomorrow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what will you do? If tomorrow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get a boat, go to a glacier and hug it, probably.
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说，即便世界末日到了，他们还是想要再看他们的实验最后一眼，蛮感动的。然后到了后面跟他们说话，就比较像聊天一样，他们其实都很亲切，他们就真的让这次的经验变得更好。轻松对谈外，气候变迁更是暖化小队员不会忘记的问题。I have never lived in Norway, but here in Svalbard I've lived 8 years. It's much warmer a day like today. 10 years ago, that would not happen. It's getting hotter and hotter, and it's more difficult for the animal to survive, and especially here. It's a really bad situation, but it can be reversed if we just reduce ou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at's the biggest thing that we can do. That will hopefully help it stop warming as fast. 不止人类行为有机会减缓暖化速度，科学研究还惊喜地发现，大自然也有一层保护膜。We're looking at the tundra here, and we think that if we have a thick moss layer on the ground, it sort of protects the ground from the warm temperatures and it stays frozen. 第一次跟其他国家的人做交流，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对小孩子来说啦。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最后一个访问的那2个对象，他们说可以用青苔来保护、维持地表的低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研究。2位小队员表达好奇之后，进一步来到斯瓦尔巴大学的研究室，采访这位苔藓研究计划的主持人 Simon 教授。This is our department. 来自德国的 Simon 教授是一位陆地生态学家，超过20年的北极植物田调研究，发表过许多篇相关的科学报告。So we take the students out, and this is why we can say, okay, we're educa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rctic experts. That's the mission, and we're doing research other people can't do. We're here year round. Simon 教授带浩瀚和海燕来到他做实验的场地，由于地处城外，已经超出北极熊警告标志牌，所以依规定，教授特别带枪，以防万一。When we get closer to the experimental site, then I will ask you to not step ahead of me. Okay. So you see some markers, but you just stay behind me. This is the site, and you can go like until here, but don't step into this area, please. 地上满满的苔藓植物，就是 Simon 教授团队正在研究的主角。We are working at the insulation capacity of the vegetation, how the plants can actually protect the ground, the frozen ground, the permafrost that's in it. I think we can safely say mosses are protecting the ground. 真是惊人的发现！这个古老的微小植物，就像是自然界为北极大地覆盖的一层隔热板，保护着地底的世界。Just come to me. Yes. And we are looking at, you can see here, temperature logger. We're measuring the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then we have a sensor here that goes 90 centimeters deep into the ground. When you look at this one, now it's a lot of moss. Yeah. Yeah? So is this their flowers? They don't have really flowers, but they develop spores. So this is what it looks like. And it's hard to stay still, I guess. Yes, it is. 其实我发现在北极有很多像这样的青苔，如果他们真的有办法这样保住低温，减缓全球暖化的影响，就对土壤来说，就像一个棉被一样。跟着科学家进行研究探险，接下来就换到我和意涵这组要出发了。我们来到了台湾极地研究中心，惊喜地看到站里增加了许多刚到的研究人员，其中也包含我们这次要跟随的科学家 Jack。 All right, so to Canberra people mostly, we are leaving 10 minutes. Okay, if anybody feels bad, you have to also tell me. Yeah, I'm in charge to make everybody happy. Okay. Any questions? Right? Okay. 第一次拜访 Jack 时，他提到退缩的冰川就是在 Cafiera。这个冰川叫 Abbotsmark， 每年130公尺的退缩，对，130，然后越来越快。今年是 Jack 第4年登上 Cafiera 的科学观测站，我们超期待能够参与。不过，这要带过去的物资和器材也太惊人了吧！
我是觉得要搬东西蛮复杂的。对，感觉那会是一个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这么多的器材。我看到要帮忙搬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应该是场硬仗。一切就绪，看着留下来的研究人员和 Jack 大力拥抱道别，我有一种任重道远的感觉。相信这将是一场精彩的科学探索之旅。Jack 每年去 Cafiera 都会邀请台湾研究人员一起去，但由于住宿的床位有限，再加上生活费、交通费昂贵，所以连 Jack 在内，每趟只能有7个人。这次我们有机会登上只有研究人员才能进入的科学观测站，真的感到无比荣幸，尤其是易涵，他可是史上首位进入 Cafiera 的国中生呢。从 Longyearbyen 到 Cafiera， 那全程船的话，因为天气状况不太好，所以有可能会6到8个小时的船程。希望快一点，3个小时就到了，6个小时你睡一下，马上就到了。对。这里很难睡啊！看来一切只能交给命运安排，只希望我们这一趟平安顺利。在雾气弥漫中，我们出发了。So the trip today is we're probably going to take let's say around hopefully 3.5 hours, and we have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first half, and then the second half is going to be quite wavy. So please, if any one of you starts feeling seasick, go outside. Do not stay in the boat. Do not feed your classmates. Please go outside, okay? Yeah. Because you do us a big favor. 从船长那边知道船程只要3个多小时，我们心情轻松许多。第3次去 Cafiera 的郑安还说到了他的小确幸。我们之前看的应该是 Mink Whale， 去年跟前年都有看到，龙跟巨都有。你有看到吗？有。就这样，在快艇的全力冲刺下，我们已经从伊斯峡湾转进弗兰海峡。在航程的下半场，果然如船长说的，风浪越来越大。船还蛮晃的，有一种飞机遇到乱流的感觉。当天天气很差，原本想说，大概就是海盗船的感觉，结果没想到不是海盗船，是云霄飞车，咚一好像，然后呢，从云霄飞车最后变成大怒神，然后这个就是我用陀螺仪看了一下，这是上下摆动，太嗨了吧！摇晃了3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看到陆地了。没错，那里就是目的地 Cafiera。只是快艇并没有开始减速。The station, we go behind because waves are too big a little bit. It's raining, so we'll be wet. All right. So we have to also be as fast as possible. Station is too far to help you in case of 飞机show. So we need already protection.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Cafiera 靠近的海，然后我们现在要换一个小的橡皮艇，然后我们会分很多趟的运送行李，但同时 Cafiera 的工作站也会有人要搭这艘船回到 Longyearbyen，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换过程。冷的话是还好，但是因为有飘雨，所以雨打在脸上蛮冰的。这次除了我们住2晚外，其他人都要住上1周。所以大量的个人行李，再加上实验器材，以及每年测站都需要补充的生活物资，爆量的货物让橡皮艇每趟只能载2个人。就这样，光是接驳上岸，不知不觉就已经超过半小时。哇，雨蛮大的，然后现在气温也很低，但搬行李搬一搬，然后手都整个超冰的。哇塞，不容易啊！风雨中的 Cafiera 有点梦幻，但上岸后要如何搬运大量的行李，还有明后天不知道能否顺利实验，让人既期待又担心。就在这样复杂的情绪中，我们在 Cafiera 3天2夜的暖化探索即将开始。
我跟意涵来到了 Cafiera， 这应该会是我这段旅程里面最难忘的回忆。因为是这里是只有科学家才能进入的科学站，然后我们在登岛的过程中也是很大的风雨啊，哇！但是我觉得越经历苦难之后，留下的回忆越难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好好的感受北极吧。Maybe underneath permafrost there are some gases, gas methane that is actually recently released a lot to warmer temperature. So actually you can last year we can use the hand, you can like get close, like it's really hot. 我们要被鸟群攻击了。哦，掉下来。有一块冰掉下来，就是听到轰轰轰之后，那边就有一块冰，然后你要看到一堆水花。